老兄，这黄沙戈壁一望无垠，连根像样的草都没有。你确定这里有能治你祖母的绝世神医？应当没错。江湖传言，黄沙戈壁深处有一云梦泽，此间掌柜神医妙手，可卜卦画符，引血招魂，活死人。5年前，父亲带我至此，才治好了我的眼疾。娄家娄礼成，挟次子求见神医。为女儿医治不女，但我要她的指尖血作为酬金，每月1滴，你可愿意？指尖血，我愿意。按照药方，每日服药，3月后可痊愈。凭此玉佩，日后你可再来云梦泽一球。多谢神医。看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。叫！这地方完全不似人间，难道是幻术？5年前我来时，不是这般景象。掌柜的来了！掌柜的来了！掌柜的在哪儿？那股真龙之气就是他带来的，这模样长得可真俊俏。云梦泽来了贵人，有失远迎。您就是神医掌柜。晚辈楼怀明，5年前蒙您医治眼疾，今日特来求您。无论你求何事，我都能应，前提是让我跟这位客人睡一觉。如何？如何？这掌柜的倒是有趣的很啊！哑巴了？掌柜，我家祖母病重在床，还请掌柜的出手相救。这人身上也有一股令我熟悉的气息。哥哥，人呢？叫来我看看。祖母年事已高，又卧病在床，实在无法长途跋涉，所以劳请掌柜的出山相救。你可知道，云梦泽只能待所求而来，掌柜的从不出山。我知道。那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是个例？还是说，能让这个小哥哥陪我睡上一觉，我答应你出山。掌柜的，您莫要玩笑在下。5年前，娄伯父曾带娄兄来过此处，您还赠给他一块玉牌。对，当时您说凭此玉牌便可再求一次，我这一求，便是求您出山救治我家祖母。那一滴指尖血是你的？是。桑桑，安排贵客入住天字1号。
是。可救我祖母的两位是……公子风尘仆仆，掌柜已经为各位准备好酒好菜，先好好休整休整。这边请。吸入这真龙之气，我身体竟然感觉舒服不少。自师傅离开我后，至今正好是第5年了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为师要去云游了，我给你算了一卦，你活不过5年，你等在客栈里，若有人来带你回去，或许有救；如若无人，关了客栈即可，不必告诉我骸骨何处。现在我周身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，难道我等的人就是他们？桑桑，我们走，让他们跟上。这云梦泽掌柜性情怎么跟5年前完全不一样？你说这些年掌柜的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怎会性情大变？大悲大喜，遇到重创，或者换了一个人。你是说，现在的掌柜不是5年前救我那位？怎么可能？5年前治好我眼疾的是位老妪，我父亲亲眼所见。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年龄是可以伪的。这女刀客的武功不在我之下。王爷，镇上客栈，即刻赴约。我怎么觉得这掌柜也不太靠谱？算了，来都来了，把饭吃了再说。来。佛寺有他了，快跑！这云梦阁客栈竟也是幻术，这掌柜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掌柜本事不小，想来应该是能救你祖母的人。啊，你没事吧？这顿饭害得我们吃进去的沙子，到现在都没有吐干净。他绝对是故意要戏弄我们。不过这风沙宴倒比宫里的山珍海味更有意思。卷板，我们快马加鞭去镇上客栈。是。桑桑，他们追上来了吗？快了，掌柜，您就不怕他们追不上我们吗？赶不上正好，让他们多吃点沙子，还敢质疑我医术？
糟了，看来我脱离云梦泽的庇护，这怨气都冲着我来了。快，我们去前面找个摊子休息一下。凌霄，这一路跟我求医，辛苦你了。辛苦什么？父皇和母后天天催我纳妃，我不过是跟你一块儿寻个清静罢了。再说了，娄老太太在我幼时也待我不薄。哎，陛下宠你，若你实在不愿纳妾，他也不会逼你。既然你不娶亲，那我也不娶了。啊！他不娶亲，你也不娶，难不成你喜欢他？难道你喜欢他？终于赶上来了，还是这龙气舒服。你可别瞎说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。哎，不知二位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娄怀明，这位是我好友周宪。周宪，哪个宪啊？奉献的献。哦，好名字。那希望有朝一日，公子能为我奉献一二。哎，你叫叶问酒。这镰刀我在云梦泽掌柜身上见过。殷姑娘，你就是云梦泽的掌柜吧？公子何出此言啊？你脚下这颗铃铛是串离不了身的法器吧？我在云梦泽见你带过。没错，我就是云梦泽掌柜。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变成老妪？殷姑娘这么做，是怕云梦泽的茶客得知换成了一个年轻的姑娘，会像你一样不信任医术，从而惹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啊，你这人不像表面看着这么单纯嘛。殷姑娘，那5年前为我治眼疾的是你吗？不是我，是我师父。那姑娘为何愿意随我去上京救人啊？我师父一诺千金，他没空，只能我去了。把你祖母的生辰八字给我。你祖母的生死卦离奇，恐怕活不过1个月了。啊？什么？得快马加鞭赶回家，我才能看能不能救。赶不上呢。那你只能提前披麻戴孝了。怎么，你不信我？没有没有，殷姑娘，这云梦泽是我祖母的最后生机了，不知您师父是否方便一同前往？不方便。要不是看在我师父的份上，我才不去呢。我在客栈烤火睡觉不舒服啊！你要是不信我，就找别人去吧。哎，殷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殷姑娘还挺有个性。你还笑？她又跑了。这祖母该怎么办呢？她若是不想救你祖母，就不会留下这块令牌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原来客栈。掌柜，那2位公子已经到客栈了。还算聪明。睡觉。
桑桑，你带我去那个叫周县的人的房间。是。就是这儿，到了。谁呀？是我，叶问九，借你房间软榻一用。这是为何？哎呀，不知道的就别问。桑桑，快把我放下来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把殷姑娘放我床上吧，我睡软榻。大气，多谢。可是，桑桑，听话。你最好对我们掌柜没有其他想法，不然我杀了你！这冷气让我好舒服，我法力在慢慢恢复。年纪不大，胆子倒挺大。别动，杀娘！殷姑娘，昨夜睡得可好啊？难不成昨晚的客栈也是幻术？我们快赶路吧！听说殷姑娘一大早就奔着上京去了。好，我们走。二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！今天白天老夫人又晕倒了2次，府里上上下下都乱套了。爷，您看看屏风。是幻术，他已经到了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有只猫啊？哎，还往老夫人的院子去了。别慌，救你们老夫人的人来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怨气撞灵，武魂归位，看来这怨气非我姐不可了。你们来的倒是准时，要是再晚一步，这娄老太太可就救不了了。
殷姑娘，我家祖母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这怨气比我想象的要重，赶紧进去。母亲，你醒醒啊！桓明还没有回来，你怎么就去了呢？哎呀！温总，你怎么了？殷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理想则怨气生，这房间里的怨气已经开始反噬我了。快带我去见你祖母。好，走。你是何人？这是老太太的房间，不是你能随便进的。我们是来救人的。她这个病秧子怎么治啊？我看还是先给这位姑娘治病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夫人断气了！祖母，母亲，祖母，母亲，祖母，你醒醒啊！孙子回来了。都让开，他还没死。父亲，殷姑娘是我请回来的神医。桓明，她不过18，怎么可能治好你祖母的病啊？之前来的御医都不行。御医救不了，不代表我救不了。你这年轻丫头真能治病，若是出了什么岔子，这责任你担不起啊！我明白了，更信任年纪大的，让我满足你。是云梦泽的掌柜，当年救桓明眼疾的就是你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刚刚还是个小姑娘，怎么就变成个老妇人了呢？是妖术，这是妖术啊！现在只能我救你家老太太，再拦着，等她断了气，你们就算后悔也晚了。娄大人，殷姑娘的能力，我跟桓明都是有目共睹，你大可以让她试试。殷姑娘，再退！气息微弱，怨气无情袭来，得用血符驱怨。祖母醒了。祖母的气息总算平稳了。老太太算是一只脚从鬼门关踏出来了，魂在阴界过不了3期，现在算来还有8天的时间。如果8天后再解不了怨，那就真的活不成了。殷姑娘，殷姑娘，让人备药，泡药浴，再加1滴你的指尖血。指尖血？我的指尖血竟是给殷姑娘用的。殷姑娘现在情况不妙，赶紧送她去泡药浴。恍然又见你，清风校园的凉气，梦醒时分谁来接？这点够用吗？要不要再多来点？够了。桓明，我们先出去吧，让殷姑娘好好休息，照顾好她。掌柜是我的主子，就不劳你费心。周宪，站住，留下来陪我。
你们这大晚上的孤男寡女的，不太好吧？闭嘴！你们先出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舀水。殷姑娘，你是第一个敢把我当丫鬟使的人。你可知道男女授受？少废话！过来帮我按按。这个龙气让我师傅多了。他似乎一靠近我，状态就会变好。难道我是他的良药？还是说他喜欢我？你是说云梦泽早就换了掌柜？父亲，据我这一路观察，殷姑娘身体确实不好，这一路辛苦奔波，毫无怨言。眼下更是为了救回祖母，还昏厥未醒，她应当不会有别的企图。苏和院那边，我让你母亲好生照顾着。母亲虽说也不见醒，但起码还有一口气在吊着，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。老爷，王爷说殷姑娘状态已好转不少，他便先行离开了。环明，你赶紧随我去送王爷。父亲，王爷既微服来府，就是不想暴露身份，咱们还去送他，多兴师动众啊！想必他也不愿。说的也是。哎，说起来，我还没教训你呢。你好肥的胆子啊！去云梦泽为什么要带着谢法？我告诉你啊，山高水远的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错了，咱们家都得跟着赔死。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小九，你终于醒了！我就是想看看你好点没有。姑母这心都要操碎了。之前是姑母和姑父担心老太太昏了头，唐突了你，怪对不住你的啊。不是，我能理解。哎呀，真是好姑娘，这是姑母特意为你熬的参汤，温着呢，现在喝刚刚好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姑母？你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家来楼家做客，哎呀，为了避免外人口舌，我和老爷就擅自做主，商量说你是我娘家来的直姑娘，你不介意吧？那娄老爷和娄少爷呢？哦，老爷跟环明去办公差去了，等回来了，一定第一时间来姑娘院子里。那殷姑娘，你先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有事啊，尽管来找我。来。嫂嫂，你知道吗？来了上京，我才知道为什么师父让我待在云梦泽别出去。为什么？那些让我睡不好的黑气，竟然是人死后的怨气。云梦泽那种杳无人烟的荒漠戈壁里面，怨气少而淡。可上京这种地方，那我们回云梦泽？不行，那我也会死的。我受了娄怀民的恩，不想牵着。而且他还有一魄在我身上，养着我这副身躯不死。他的生魄在锁你身上的魂。5年前，师父为了救我，强行从娄怀民身上夺了一魄给我。如今娄老太太病危，我来上京为她看病，这便是因果。师父早就算到，若是娄家薄情，不用指尖血，给我温养生魄，那我就会魂飞魄散。那娄老太太
也会被怨气反噬，不得善终。所以说，这5年之约，不仅是你的命数，也是娄家的结束。还好，娄家重情，没断了我的指尖血，还把我从云梦泽接到上京。只有到生破主人的地界，这魄才能和我的魂真正安稳，我才能多活些日子。那周宪呢？为什么他一出现，你身上的怨气会安定些？他的气息怎么也能锁定你的神魂？他是个变数。我能算得透娄家的因果，但我算不透他的命盘。唉，不过现在想这些也没用，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解除咒怨，保住娄家，我才能真正的活下去。老太太状态如何？还在昏迷，没有半点醒的迹象。老太太脉象虽弱，但似有药物掩盖痕迹，需进一步探查。那天见到此事的人，可有让他们嘴巴闭起？那日祖母榻前，都是信得过的人。这是血符，要贴身佩戴。今日老太太会醒，但不着急用药，等我查清楚根源再说。是。娄老爷，借一步说话。娄老太太不是简单的生病，这一点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人死前若有怨，会在死后化成一股寻常人看不见的黑气，而普通的怨气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。但若是生前被人欺辱而死这类大怨，便会萦绕在害他之人身边害人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家祖母身边有怨气？是致命的咒怨，咒怨越凶，形成的时间越短。娄家近1年可有死了什么要紧人物？没有。娄家人丁单薄，我祖父是家中单传，3年前他因病去世了，而祖母也仅我父亲和大伯2个儿子。你大伯一家怎么不来探望？按理来说，老太太应该有长房那边侍奉，可我们回来这么久，别说见到长房的人，连提都没人提过。是你们兄弟俩感情不和，还是这里面另有隐情？我只有了解，才能找出怨气的源头起源。希望你们不要对我有所隐瞒。隔壁忠义侯府就是我长兄的宅院，父亲走后，嫡长子继承爵位，我们就分了家。分家后，母亲借口侯府人多，不利于她休养，所以跟随我们一起搬了过来。那老太太对此是什么态度？祖母从小带我学医识字，所以更亲近我们。再者，大伯和祖母本就不亲，后来越发疏离，祖母也就没强求着去长房住了。为什么？都是自己儿子，老太太何故厚此薄彼？从未厚此薄彼啊！但大哥成年后，慢慢便对母亲疏离了。那夫妻2人也从来不请安看望他，可母亲心宽，也未曾有过怨言。那侯爷为何对老太太渐行渐远？他们不只对老太太，对我们这一家子都态度冷淡。我问过祖母，她只是叹气摇头，并不多说。那老太爷呢？对你们如何？并无差别。那老太爷病的时候，娄云川夫妇可有常来探望？他常来。看来娄家长房一家只是与老太太关系差。这个给你们。那怨气重，老太太周边亲近之人可能会被怨气影响，你们贴身带着，以防万一。娄怀民父子虽都对老太太品行颇有赞叹，但如果一个人品行良好，为何有人对其生厌？何况娄云川一家对老太太也太过疏离，这其中必有猫腻。八字可算生平，我来算算。命中有子却无敌。问九，那个周县派人过来传话，问你最近何时有空，
可以去王府知会一声。他说他最近都在王府，可以带您去上京城逛逛。正想用他，他就来了。你回他，明天就有空。殷姑娘，走吧。等等我！怎么，你也要去啊？他怎么这么不满的语气啊？殷姑娘，上京城人多嘴杂，一个姑娘家单独跟男子出门游玩，怕落人话柄。辣就辣呗，又不少块肉。你在云梦泽唤我一声哥哥，如今在楼府，我的身份正是你的表哥，我陪同一起，旁人便说不得什么。行吧，哥哥。那唤我一声什么？周宪。走吧。老天爷呀，你一定保佑娄老太太早日康复。她做了那么多善事。是啊，老天爷，您开开眼吧，保佑娄老太太长命百岁。大家快请起，大家的心意我们都领了。给老太太祈福。娄少爷，我们听闻娄老太太病重，心里着急，大家伙就备了些东西过来，想给老太太祈福。老太太一生行善，我当年病重是她怀着孕给我诊治的。我儿风寒必死，当时老太太生完大少爷没多久，身子还虚着，却走了数十里山路为我儿诊治，当真是个大好人啊！是啊，大善人。老太太的八字说，她命中有子无嫡出，如果她真的怀孕，就不会频繁出诊。看来这大房真不是她亲生的。我祖母一直都是这样，总是宅心仁厚，心系他人。这是我们做的祈福香囊，是去庙里祈了福的，保佑老太太健康长寿。多谢各位关心，我家祖母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这样的娄老太太的确值得人敬重。老太太如此得人爱戴，定是心善之人，断不会自身中养。这般病重，多半是遭人暗害。帮我个忙呗。你说。帮我绑了娄华明的大伯。什么？殷姑娘，你神通广大，连幻术都会，还需要求我办事吗？入乡随俗嘛。这上京人多眼杂，使用幻术不太好吧？这娄云川可是侯爷，你让我绑他，要是事情败了，我可是会被罚的。哟，您是圣上最宠爱的小儿子，当朝王爷，谁敢管你啊？原来你早看出我的身份了。好吧，我帮你。居然是比娄府更黑更浓的怨气，那怨气是因为娄云川吗？可为什么伤的却是娄老太太？侯爷，我有些问题想寻求你的答案。出此下策，还望见谅。有想问问题，就不能坐下来面对面好好聊聊吗？至于绑人吗？你的生母不是娄老太太。无稽之谈！我在来的路上编了个话本，侯爷听听是否有趣。开元13年，中域侯府世子娄宪忠在出门游玩时遭遇劫匪，身负重伤，幸得胡济堂大小姐胡旭宁相救，两人在途中暗生情愫。回京后，娄宪忠就娶了胡旭宁进府。你为何对我父母之事了解如此之深？哦，侯爷，这个故事是否听起来无波无折了些？没事儿，我再给你讲一个有意思的。
这夫妻二人幸福美满的日子没过2天，有一日，娄宪忠酒后突然坦白，他在外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儿子。天哪，正妻还没有过门，就在外面先有了长子，这谁能忍？但胡旭宁能忍，这不，他就佯装自己有了身孕，就怀了你这个早产的孩子。怎么样，侯爷，这个故事听起来是否有趣了些？一派胡言！你出生后，胡旭宁也有了身孕，但他还是让你当了嫡长子。他出身医学世家，敬畏生命，心有怜悯，甚至还把爵位让给了你。你说这样品行的人，抚养你长大，怎么会养出你这个狼心狗肺之人？你究竟是谁？这些消息，目前能知道的也只有我和胡旭宁了。一定是他告诉你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快要死了吗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那你希望他死吗？我问你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人会在他死后还要趁机打击报复？那可是会是你。不会。那这个人会是谁？不会的，不会有这个人的。看来不是他，他明明是在乎老太太的。既然你这么在乎娄老太太，那为何跟她渐行渐远，甚至在她病重的时候都不去看望一下？你到底是谁？你问这些问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还有5天，怨气越发浓重了。娄老太太还有5天的时间，我的寿命也还剩5天。桑桑，我们回娄府。小妹，你后来是去哪儿了？我一回头，你和婷霄都不见了。我跟他办事去了。啊？什么事？是我想的那种事吗？莹，请停止你的幻想。老太太可回了些魂？祖母痴痴呆呆，还是不见回魂。秦妈妈说，今晚那场雨后，她睡得很不安。应该是血符失效，老太太不安是正常现象。这血符你再送过去，贴身放着，不可取下。这血符不可偿化吗？哥哥这么蠢，一定是因为少了一魄吧？可以，但是会要人命的。咦？小妹，我没有质疑你的意思。那个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晚些我再把纸笺写给你送过来。我先回去看祖母了。桑桑，帮我准备药浴。是。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桑桑，桑桑，换衣服，带我去王府。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解释的？舒服，这天子之妻真是上瘾啊！卓宪，我们做笔交易如何？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眼下看着一般。切，怪不得你和娄怀民能做朋友，都一样笨。说说吧，什么交易？说来听听。在这之前，我要先证明一下我多厉害。哎，你居然不可算！
为何不可算？这天底下不可算之人，除了我自己，就是天子。这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就是一个闲散的王爷，从来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做。你呀，不要给我戴高帽子。王爷，你就别装了，你早就知道了，我轻浮于你，是因为你身上的天子之气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跟你在一起我很舒服，因为你身上的天子之气可以帮我化解怨气。但是这娄家的咒怨一日不解，我怕是比娄老太太走的还早。所以周仙，不管是看在你跟娄怀民的关系，还是我比较厉害的份上，你都不希望我死吧？不希望。那殷姑娘说的交易到底是什么？只要你想要的，只要能在我能力范围的，不伤天害理的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怎么样？听起来不错，我同意这笔交易。那太好了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每天晚上都要睡你。什么？这不太好吧？大哥，别搞得我好像占你便宜一样。我的意思是跟你睡一间房。玄柏，去搬一张床榻过来。你睡你的床，我睡我的榻。铃铛还在吵翻。铃铛响，我为何没听到响声？林姑娘，嗨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离你太远了，我可以睡你旁边吗？我可以拒绝吗？不行。那你来吧。沉迷在你清澈的眼睛，是途经最难忘的风景，无人可比拟那些往昔。醒的时候狡黠又凶悍，睡着了倒是挺怪的。蓝大侠，我们切磋一下吧。没兴趣。哦，我怎么这么贱呢？我主子年至阴问角就算了，我来纠缠这冷冰冰的刀客干嘛？昨夜睡得可好？很好。王爷非让我保护殷小姐，有蓝刀客在，能出什么危险？小九，我是真真喜欢你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认下我这个婆母啊？什么婆母？怎么这么晚？她是娄二爷家的，为什么还要跟我家王爷住一间房？王爷，你被当备胎了！夫人，侯爷过来看老夫人了，他们请殷姑娘去前厅认认人。认人？他不是来认认我的吧？小九，在这个院子里，你怎么开心怎么来，不想去可以不去。去，自然是要去的，不然怎么挖出这娄云川的秘密？温酒来了，快坐。侯爷，这位殷姑娘便是救回婆母性命的小神医。殷姑娘，我们之前曾见过？没有吧，我记性不好。是吗？那你为何进来之后一直看着桓明，却不敢与我对视？难道说做了什么亏心事？侯爷说笑了，我18的姑娘家不看娄怀明，看你做甚？小梅性子直爽，大伯别误会，
罢了罢了，就当我认错人了。我们今日前来，一为看望母亲，二为感谢你。不过，我见到母亲之后，母亲已经认不出我来了，这是何缘故？可还有康复的希望？有。啊，那需要我们兄弟二人做些什么？老太太是自阎王殿抢回来的人，丢了魂。你们兄弟二人是老太太最亲近的人，所以需在庙内为老太太求得7日安魂法。那是自然。这上面记载的是老太太的生辰八字，7日祈福安魂，每日不少于2个时辰，你们必随身携带，方能奏效。兄长，自明日起，我们便为母亲祈福吧。好。祈福最忌心不诚，你们也要诚心些。你就放心吧，那是必然的。不过，只是祈福就能让母亲醒过来吗？醒不来，还要招魂。招魂？要彻底消除这缠着娄老太太的咒怨，必须要找到缘由。这怨气想必已生了魂，招出这咒怨的魂是最快的办法。殷姑娘还有这本事？殷姑娘把母亲从鬼门关里拉回来，是我们亲眼目睹的，她有这本事。啊，既如此，就有劳姑娘了。目前也别无他法了。华明，你跟着殷姑娘去招魂，我和你大伯去祈福。好。走。你们在门口守着。是。陈氏之墓，陈氏是谁？难道这咒怨是陈氏所下？你为何阻止我招魂？既然你不愿让他出来，那就由不得你。来告诉我真相吧。你为何不愿意回来？你不愿意，纵使我有再大能耐，也帮不了你。殷姑娘，我祖母如何了？你们进来吧。怎么样了？招魂不顺，你去告知2位老爷，娄老太太魂安阴界，让他们每日多加1时辰祭拜，必得心诚。好。你可曾听过陈氏？这咒怨可能是陈氏的。从未听说过。那你去跟老太太身边的贴身嬷嬷打探一下，说不定她知道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殷姑娘，今日又辛苦你了，你快去歇息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铃铛一响，等于契约达成。老太太的愿我若不解，或者解不开，我便会死。走吧，桑桑，带我去找周宪吧。你说我跟他同住一个屋，会不会不太合适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它不是一道屏蔽符吗？王爷，殷姑娘一切安好。只是这个王氏好像是想撮合娄二爷和殷姑娘，不过殷姑娘已经来到王府，说要跟您一起睡，真乱啊！和我睡？这殷姑娘还真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走的时候一声都不吭。你不带我一起走，竟真把我这当客栈呢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哟，没想到王爷对我意见这么大呀！那以后我天天把王爷带在身边如何？好啊，最好把我揣进兜里。哎，对了，还不知道殷姑娘今年多大？上次是18，这次应该也是18吧？那我也唤你一声小妹，你唤我一声哥哥。我可没有乱认亲戚的毛病。那你为什么叫娄怀民哥哥？我也没有什么事情都要跟别人解释的毛病。哎，对了，娄家的事情解决完了？你这王爷天天没正经事干，老是打听人家娄家的秘密。你家住海边哪，会那么宽啊？人家娄家都没意见，
你怎么意见这么大？有没有可能是人家娄家不敢有意见？王爷，不许笑！怎么，不笑也不行？你笑那么好看，害我忍不住想欺负你。若是我不愿让你蹭我的气运，你会如何？死！那你昨晚为什么不来找我？还顶着一副没睡好的模样。我总要尝试一下自力更生嘛。要是哪天捷径没了，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我死得更快。倒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走捷径。什么捷径啊？做我的王妃。做我的王妃。开玩笑的，帮我把脉吧，全当你每日来找我付的诊金。你这脉象却如此紊乱，你中毒了？所以你让我医治你，就是你上次说的目的？是，你可愿做我的医师？非我不可？非你不可。看你表现。玄柏，吩咐厨房做顿好菜，再给2位姑娘多准备些换洗衣裳。殷姑娘这是要常住了？这姑娘会些玄学，是不是给王爷下了情人咒什么的？玄柏，是。殷姑娘，外面天气冷，我们进去。切！这殷姑娘还是这么的有意思。王爷，你喜欢殷姑娘？是又如何？这殷姑娘来历不明，又擅长一些符咒玄学，我怕会对王爷不利啊，是不是得防着些？是得防着些，防止别人挖我的墙角。这些菜你都试过了？无毒。皇家子弟，风险就这么大？我发现你身体差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爱吃饭。给你下毒的人是谁？你有怀疑的人吗？我怀疑的人太多了，但这件事你不用在意，你只需要照看好我的身体即可。也是，身体长时间受损是不可逆的，就算我能治，也不能儿戏。我这个毒很严重吗？那要看你对严重的定义。缠绵病榻，无法人道，英年早逝，都是早晚的事。而且你中毒多年，肯定不是现在才发现。你现在的情况还不算太差，好好调理总会好的。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你中毒的根源，才能断。这毒从何而来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是不能断。啊，你们皇家子弟就这么难啊？那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？病脉依旧，内里不能说是无病，但至少要死在你后头，好吗？死在我后头那可太容易了，我短命得很。此话怎讲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认识我那么长时间，你没看到我脸上写的短命2字啊？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沐浴了，让人准备好朱砂黄纸。把手给我。你按这个方子去配药，先配20副，早晚各服1次。好。哎，我说你这毒是非中不可吗？若你能维持我的病脉不变，我可以试试不中。切！这个符你随身携带，等到你要用的时候，把一丝血滴在上面，即为病脉，可以维持1个小时。
交给你了，囤着用。多谢姑娘。哎，我说你中毒至少5年，那你为什么不信楼怀民，却信我？因为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想让他卷入一些是非。切，你们2个的感情还真是真挚啊！哼，你就不怕我下毒害你啊？直觉，我觉得姑娘不会害我，毕竟你我之间是交易关系，不是吗？我睡了。殷姑娘睡床吧，我睡她。主仙，你说楼怀民是你好友，那以你的身份地位，如果楼家出事，你能护得住楼家吗？能护住他吗？当然。殷姑娘这么在意楼家，不会只是因为你师父留下的玉牌吧？她不会喜欢楼怀民吧？是，也不是。你解或解不了楼老太太的冤，都要回云梦泽吗？是也不是。那你回到云梦泽也不能好眠是吗？那为何不留在上京？有你在意的楼怀民，还有我，能让你好眠。主仙，你对我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，都能别中就别中了。哎呀，我保不准哪一天就会死。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，也努力活着吧。这上京城的有趣，你还没有见识过。闭嘴了，吵死了。想什么呢，主仙？王爷，嘘，你想死啊？对不起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殷姑娘还睡着呢，让我去准备早饭。天哪，这都晌午了，殷姑娘居然还睡着，王爷反倒是一副没睡好的模样。他们，看来我们马上就要有王妃了。楼家又出事了。你要去楼家？铃铛响了，我怎么没听到？再响，人听不见。只有你和鬼魂能听见。对啊，我每走一步，它都响，是在警告邪祟滚开。我听见的时候，便是要命大危了。这楼家的咒怨可能会要人命呢。王爷最近没事，就别往楼家跑了。那个，你准备一下，我要进宫去见我兄长。咱们不是去楼府吗？不去。没听人家姑娘劝诫吗？本王怕鬼，可怕死了。啊，昨日睡得好，今天神清气爽，楼家的怨是时候要了结了。楼怀民，去偏房等。祖母的事，我为何不能听啊？少废话，我要去跟大人聊些小孩子不能听的话题。嘿，二位认识一位已故的陈姓女子吗？陈氏大姓，信息不足，难以确认呢。那侯爷呢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既然2位没有坦诚相待的心，就请回。娄老太太是生是死，我也管不了了。大哥，你到底瞒着殷姑娘什么？事关母亲性命，你倒是说呀！我拿到生辰八字能做很多事。我知道你兄弟2人关系寡淡，我一算便知娄老太太命中只有一子。此话怎讲？难道我兄弟2人中有一人命不久矣？看来你从未怀疑过自己与娄云川并非一母同胞。什么？
大哥，你也知道。我算了娄老太爷的八字，他命中有2子，但是他从未纳过妾。胡旭宁是唯一妻子，那这个儿子从哪来？你是说我是亲生的，大哥不是？这个事情就得问老侯爷了。你就是帮我那个人？没错，我就是想炸炸你。虽然你咬死不承认，但是你的反应已经出卖了。虽然你跟娄老太太刻意疏远，但其实你并不想老太太死，对吗？现在可以跟我说说陈氏的事吗？其实陈氏是我的生母。什么？他什么时候死的？大概半年前吧。半年前，这就对上了。娄老太太不也正是半年前病的吗？这样，陈氏的事你细细说来，这院极可能就是他。好，我说，陈氏她本是春熙朝养大的姑娘，那时父亲已经给母亲加下了聘礼，所以心情颇为高兴，便被人拉着前去给多灌了几杯酒。等到次日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躺在陈氏的床上，他才明白自己是被陈氏下了套。原来陈氏看出来了，母亲商贾出身，地位卑微，他自以为只要能母凭子贵，便能顺利地嫁入侯府。可是父亲还是娶了母亲。母亲成亲没2日，那陈氏便闹到了府上，说自己怀孕了。父亲便让他把孩子打掉，使母亲心善，便扯了谎说是自己怀孕了。等陈氏在外面生了孩子，母亲便把他的孩子，也就是我，给接了回来，当做他自己的嫡长子。这个事情是陈氏给你说的？既然如此，陈氏为何死后还要害母亲？母亲待你我毫无差别，嫡子是你，世子是你，爵位也是你的。那陈氏该高高兴兴的去死，这样他有什么怨？你别激动，先听我说，好不好？陈氏生下我之后，父亲便派人把他送到了北方，希望他能平稳度过一生。但是他根本就不满足，非要坚持回上京。来的路上还被山贼掳走，到最后才跑出了山，找到了我。生了儿子，未被抬为妾，妓院；被远送离上京，妓院；回上京被山贼掳走，妓院；想当侯爵夫人而代之未入院，再妓院。殷姑娘，可有问题？无事，你继续说。这院按理说几乎可以肯定是陈氏，但娄老太太为何不愿回来呢？难道是要随老爷子走？陈氏知道父亲母亲感情和睦，这整个上京都都是出了名的，只有母亲死了，她才有机会嫁进来。是他让你家害母亲的？不是，我也不会那么做呀。但你我2人没有任何差别，我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会去做那种狼心狗肺之事啊？他是让我给父亲下药。什么？所以父亲的病是你做的？不是我！你别招呼，我没有那么丧良心。先坐下。这陈氏真是算了一手好牌，就算老太太去世，她也不可能被抬入侯府，只有老爷子病入膏肓，才能因此把她接进来。只是见了我，看我拒绝的态度坚决，
又对他颇为冷淡，便骂我贪图荣华富贵，忘了身份，还威胁我说要昭告我的身份，但最后什么都没做。我还以为他知道了自己痴心妄想，所以放弃了。所以，自那以后，你跟娄老太太关系就隔阂了。是我心性不定，是我为人肤浅。母亲对你我二人从未有过任何偏袒，都怪我自己太过担惊受怕，想太多了。后来呢？后来过了2年，父母亲还不知道我已经知晓了这些事情。我跟李成先后成婚，母亲更是给2个儿媳妇备了一模一样的礼。尽管这2年我已经开始主动逃避，但是母亲对我从未有任何限制。母亲这人就是太过善良，所以才会被人欺负。那陈氏是怎么死的？他做了那么多恶，也算是遭了老天报应。兵来如山倒，不出1个月便形如枯槁。父亲生病的时候告诉我，说我之所以现在活在这世上，全靠了母亲当时一己之力保下的。但是父亲并不知道陈氏已经来了上京。我当时应该说，我是不是说了，母亲就不会出事了？后来，父亲让我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就好，说这个爵位肯定是我，就全当母亲那头未曾知晓。可是父亲都猜到，母亲又怎会不知啊？我一早就该说的呀，我为什么没说呢？我还以为过去这么多年了，那个陈氏已经变老实了呢。陈氏到底做了什么？他用蛊害得我弟妹险些小产，桓明也因此瞎了眼睛，害了我弟妹，害了桓明，害了我父亲，甚至他死了还要来害我母亲。他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！你说什么？这20年来，我夫妻2人庙堂高香烧了不知道多少，但也是我们夫妻2人心不向善，桓明才自小眼盲，父亲在夜里病痛难眠，母亲在缠绵病榻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李成，是大哥对不住你们。大哥，起来！你起来，你起来！不怪你，你终究没同意了陈氏，他依然在作孽。但我也怪你，怪你为何因此就疏离了母亲？难道你不知道母亲如何待你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先坐下。退！你放心，你没事。谢谢。父亲死后，陈氏又来过一次，人看着老了很多很多。
仿佛一下子断了20年的手。他甚至还想让我给他养老啊！殷姑娘，他到底为什么还生怨呢？他又凭什么怨？他做了那么多的恶呀！我想他穷极一生未达成的愿，就是没有嫁进娄家，改变贱籍，成为官宦人家。管他什么冤，他这样的毒妇就该下18层地狱。殷姑娘，求求你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你先起来。殷姑娘，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陈氏拆散了我的妻儿父亲，死了还要加害我的母亲，这种邪物早该诛之灭之啊！先起来。陈氏害人之事，也是他跟你说的吗？他生病了，突然来找到我，去了他院里，听他亲口说的。不对，若这咒怨是陈氏，那娄老太太为什么半年还没死？如果陈氏有怨，那他应该怨的是娄老太爷或者侯爷，这里面有蹊跷。二位先回去吧，给娄老太太好好祈福。周县得父皇母后偏爱，如今成年仍留上京，对我太子之位威胁太大，必须要势单力断。献王，怎么了？你也20有3了吧？日后还是少让母后操些心吧。这女子画像月月都往宫里送着，怎么就没一个能入得了你的眼？我这身子骨啊，总是病着，说不定何时就去了，何必耽误其他人呢？难不成你想终身不娶？他若终身不娶，便无子嗣牵绊，对我的威胁只会更大。兄长啊，你就安心操心你的正事，我的事自有分寸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献王殿下。你若有事，孤便先告辞了。请。楼府那边什么情况？回王爷，殷姑娘已经回王府了。蓝姑娘托我给你这句话，说你要再不回去，她就要把王府给炸了。什么？王爷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今日不在家呢。我要再不回来，我这王府怕是要被你给炸没了。要不是看到这布局，本王还以为进了姑娘你的婚房呢。哼，抱歉啊，王爷，我看你桌上有这么多黄纸，就想着多给你准备一些。劳姑娘记挂，该是我道歉才对。你在写什么？为什么？姑娘想问什么，不妨说出来，我或许可以给你解析一二。京上有名的闲散纨绔，王爷，你是不是经常去春谢朝啊？姑娘想问什么？这春谢朝的女子，她们一生最渴望的是什么呢？莫非陈氏是春谢朝的人？王爷过会早夭。早夭早熬过了，眼下也只能是英年早逝。殷姑娘也是过会了，不过殷姑娘一人之见，确实有些局限性，不妨说出来，让大家一起想办法。怎么，王爷这么不希望我死啊？自然，
殷姑娘对于我而言有大用，恰巧我也能为殷姑娘所用，我们互相都不能没有彼此啊。不过殷姑娘，你到底在困扰些什么？困扰？陈氏如果是咒怨，老太太没理由不死。可这都半年过去了，她居然一点事都没有。咱们不妨换一个思路。若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人，而这里面又有一个无法圆上的疑点，咱们不妨把这个疑点忽略掉。忽略？如果不是他，那会是谁？有谁成为咒怨，却又不希望老太太死？我一直陷在陈氏为何半年未害死老太太的疑问里，确实没设想过到底是谁不希望老太太死。放松些，不要太有压力了，把自己逼进死胡同。可是我只剩3日。什么3日？老太太的咒怨3日内必须要解开，如果咒怨未解，我要赶紧回云梦泽，告诉师傅我埋在哪里了。你这些符是画给我的吗？昨日不是给我好多了吗？昨日说了，你不要太把我当回事了，到时候就没有空，就没有时间帮你准备这些了。那这个符的作用是什么？难吗？这个呢，是平安符，邪祟勿近的，不难，比上次给你的简单一些。那这些呢？啊，这个是多子符，行房时放在床角，可以增加概率。那这些符是准备送给谁？送给龙怀明。怎么，你也想要啊？算了吧，你还是别要了。生在皇家挺难的，你这身子再不好好调养调养，多少符都没有用。殷姑娘，既然你现在要留遗物，不妨也考虑考虑我。我那药10日之后，是否要做出一些改变？要的。你这脉象十分不稳，我很难说10日之后要做什么调整，让我回去再研究一下。到时候如果我死了，你再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如果你死了，那我也活不成了。要不你先别死。我也想。哎，这些符呢，明日等桑桑过来分门别类，一半给你，一半给了桓明。那我先去睡了。我的毒只有你能解，你死了，我也活不成。不管如何，我是不会让你死的。老太太今日状态如何？还是老样子。殷姑娘这么早前来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过来问问秦妈妈一些问题。姑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老奴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您可有老太太一些贴身物品，比如书信、日记、账本之类的东西？啊，我们小姐是有一本册子，您稍等。我们小姐同姑爷在一起时会说的多一些，偶尔才会一个人拿着这册子画上几笔。起初写的字数不多，后面写的我也不曾看过。县昭，你不在，救治病人已让我没了活下去的欲望。从善即施在人人夸之，却不能为你心半分痛。如此恩爱的一对夫妻，到底是什么怨？让老太太如此痛苦不堪，这咒怨我解不掉，结束也逃不过。老太太明日会死，我的寿命也就到这里了。云梦泽，我回不去了。
可惜了，我来到上京城，我连个糖葫芦都没有吃到。怎么还哭了？给你买的糖葫芦，趁热吃了吧。有这串糖葫芦，明天就算要渡劫，我也有底气。谢谢啊。我这几天突然打听春谢朝，多方打听后，找到了陈氏的一个遗物，据说是当时准备送往楼府的。妾一生求富贵，错害娄家，然妾从未怨您，不求胡夫人能原谅您的恩，陈氏下辈子再还，只求夫人别让云川为难。来得正好，这本来就是陈氏死前送给胡氏的，那排除陈氏，这咒怨就是娄老爷子。林姑娘，你可发现有何蹊跷？我想告诉你们，这怨解或不解，老太太都不会回来。什么？这什么叫都不会回来了？我们不是每日都在祈福吗？你也说了，解了这7日之愿，母亲她就会好，母亲她阳寿未尽呐。对呀，我若算你能活过100年，但你今日偏要寻死，阎王爷也是收了。姨姑娘，你的意思是母亲寻死已成定局？而云川上到云端，下到山川，以为天地广阔，它亦如天地般广阔。原来母亲最初写册子是因为我，她记录我刚满月的时候对抽筋而人类的小事，她从来都没有怨过我啊。你不在，救治病人也让我没了活下去的欲望。从善济施，人人夸之，却不能为你卸半分痛苦。母亲她居然早就想寻死。不，是父亲对不起她。难道父亲死了还要拉着母亲一起死吗？我不同意。母亲还有我，还有你，还有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呢，她都不管不顾了吗？我们俩还没有好好孝顺她呢。叶姑娘，求求你了，无论想尽任何办法，都要让母亲回来呀！叶姑娘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孩儿，我先起来，我会尽力的。其实那怨不是陈氏，不是陈氏，那会是谁呀？如果是陈氏，那他大概率是恨老太太才会生怨。那既然有怨，那为何不杀他？不，我不相信不是他。陈氏生前让人送了东西给老太太，不是他。怎么可能？一个毒妇怎么可能会悔悟？我不相信，不相信！陈氏自己心里也明白，老太太其实从未亏待过他，所以他不过是在弥留之前直面自己的内心罢了。
既然不是陈氏，那又会是谁呢？是你们的父亲，娄宪之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如果周元是父亲，不可能。父亲一生宠爱母亲，他怎么会加害母亲呢？对呀。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，那么剩下的再不可能，也必定是真相。啊！可父亲已经死了3年了呀！人死了3年才生成周远的可能性有吗？理论上会有。侯爷，你先前说过陈氏病中找你，后来1个月便形同枯槁。对，他死的时候我去葬他，已经不成人形了。那这个事情，除了你我2人，你可还与谁讲过？陈氏生前是否和你们父亲坦白过呢？没有，我从未对别人讲过。陈氏应该也不会对父亲讲过。你想，如果父亲早就知道了这事，那父亲生前哪还能让那陈氏好过？恨不得杀了他呀！是啊，陈氏在山中躲了10几年，一直不敢在父亲面前出现，就是怕父亲找到他。对呀，生前不说，那死后呢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陈氏去了父亲坟前？是。侯爷可有陈氏的八字，还有你们父亲所葬的方位？好，我有。你等一下，马上写给你。他生前确实去过你们父亲坟前。父亲，他死后能听人说话吗？或许娄宪中本就有怨，但还形不成咒怨。陈氏去他坟前炫耀罪行，一切因果由他而起，娄宪中怨气骤起，这便成了咒怨。这也就能解释通为何陈氏死后形同枯槁，因为他是被娄宪中的怨所缠，让他1月之后才死。他是想慢慢吐之，让他不得好死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所以父亲的魂没有散，是因为舍不得母亲。但生人却不能同院常待，老太太这才病了。既往以来，被怨所缠之人，都是怨所恨之人，是我先入为主。我原以为娄老太爷和老太太情谊深重，肯定不会害老太太，所以我先排除了老太爷是怨。那现在这种情形，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接下来便是要解了这怨。2夜未在娄府，这怨气越发重了。殷姑娘，都准备好了。一会儿娄华明他们来了，你让人在耳房等着，飞船勿进。殷姑娘，可有需要我们兄弟2人协助做的事？这娄宪中的怨是因为陈氏而起，在他得知陈氏所作所为之前的怨，大概是因为你。在他眼里，他觉得你跟母兄不亲，怕陈氏寻来，你会伤害娄老太太。父亲，我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那么做的呀。你们的父亲是刀尖舔血的将士，纵然在死后生怨，却从未害你分毫。他不怨你的，他自己也是有错的。所以一会儿需要你们由衷的告诉他，你们兄弟2人齐心，为娄府的传承，为胡旭宁的母慈子孝，心无隔阂，承欢膝下。好。今日怨气竟不攻击我。娄家孝子娄云川、娄礼成，跪下。
娄宪忠还不现身？你来了，你来了。父亲，父亲，是你来了吗？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陈世会上京的事，我不该隐瞒你，也不该误会你，不该疏远母亲和弟弟。但是，我对你们绝无二心呐。我是害怕，我害怕把这份关系暴露之后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法再像从前一样好了。父亲，大哥对娄府和我颇为照顾，如今心结已解，我们兄弟二人齐心，你请放心去，母亲，我们会照顾好的。娄宪忠，老太太的阳寿未尽，儿孙承欢膝下，更可四世同堂，颐养天年。你的愿或死或已放下，都散了，往生轮回吧。哪里不对？推导的时间线没错，那愿确实是娄宪忠的。母亲，叶姑娘，母亲这儿怎么了？母亲，母亲，给我个弥补过错的机会吧，母亲。母亲，焕梅20出头，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，还指望着你帮忙选孙媳妇呢。你这性情自是最会选人的呀，母亲。对呀，母亲。他既不愿伤人，又能自行消散。现在他最大的愿已解，他为何还不散？宪忠，你不在，救治病人也让我没了活下去的欲望。如果老太太早就想寻死，最神不知鬼不觉的方法，就是借着调养身体的由头，自己慢慢中毒而死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些年，大夫和殷姑娘给母亲诊脉，都没有诊出中毒的迹象。我说你这毒是非中不可啊。若你能维持我脉象不变，我可以试试不中。这脉象是可以隐藏的。来人，把老太太平时用的茶具碗筷拿来。可曾被人碰过？没有，老夫人有洁癖，她的东西从来不让我乱动。这茶盏和杯子，老太太昏迷后就再没动过。是曼陀罗粉。果然有毒。怎么可能？母亲怎么可能会这样伤害自己啊？老太太怕伤了你们的心，连死都小心翼翼，为他人着想，不敢做出直接寻死之事。直到娄宪忠发现他在寻死，娄宪忠用怨气让老太太缠绵病榻，为的是阻止他继续行动，不让他寻死。饮血招魂。娄宪忠，最后一次，你问问他可否愿意回来。娄宪忠，最后一次，你问问他可否愿意回来。宪忠，我意已决，散吧。老夫人，既已回来，何不现身见见你的孩子们？母亲，母亲，是我错了。母亲，求求你回来吧！以后我跟弟弟好好伺候你，孝顺你。求求你回来吧！元川，李成，父母之爱子，为之计深远。你身为嫡长子，本就比李成担负的多，辛苦你了。没有。你自小比李成性子沉稳，唯于你父亲因为培养你，更无法溺爱。母亲，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们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疏远你。
原谅我吧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儿啊，母亲从未怨恨你，你也不该怨恨你自己。人生在世，怎能事事无过，十全十美？你从未怀疑母亲爱你，母亲也知晓你心中所想，怎会责怪？母亲，我意已决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母亲这一生得此夫君，得云川与李成已经圆满，只希望云川与李成莫怪。不要离开我，不要。这周院已解，娄老太太她不愿回魂，跟你们祖父一起去了。老夫人，既然拦不住，就随了他的愿吧。娄老太太日落西山喽！仇恨虽消除了，但是我未解咒怨，消耗了不少心力。如今上京怨气横生，我这是非反噬的更厉害了。殷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周仙，你终于来了。风吹桃花雨，蒲扇殷姑娘，轻摇春意。这冰冷窒息的感觉太真实了，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没事吧？我可以解释。桑桑，你把刀放下，这人可轻薄了你。没有，是我让他跟我同床的。今日是你昏倒的第7日，这一次为什么会昏迷这么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这次醒来后感觉好多了。这是好事啊，莫不是你解了怨，得到的回报？解了怨的回报？我以前解怨只有损耗，不过这次娄老太太的事情经历让我知道，凡事并不是常规所想的那般。难道说真的是解了怨的回报？记得你之前说过，这铃铛一响，那就是咒怨。娄老太太的咒怨被解后，你死攥着铃铛，死活都不放，是不是可以说明这铃铛有什么厉害之处，救回了你？应该是。这铃铛呢，是我师父留给我解咒用的神器。自从娄县中的怨被解开后，就瞬间被吸进去了。这铃铛每化解一怨，相当于你自身进行一个修复，好像你身体受到过滋养一般。对了，我在梦里梦到葵仙儿死了，她被绑起来丢进了湖里。葵仙儿是谁？云梦泽的琴师。那他死了？他没死，出云梦泽的时候还在。铃铛响了，是咒怨。难道仙儿真的死了？可是他在云梦泽，距离这么远，
铃铛也能想过来吗？这铃铛是契约咒怨与解怨者的，距离不是问题。这个葵仙儿，你们了解多少？他是秦淮河有名的琴师，也是云梦泽唯二见过我真面目的人。2年前，他来云梦泽寻我，找我为他解蛊。是什么蛊？黑莲蛊。他全身上下每一条经络都流着黑血，这黑血在额前凝成一朵黑莲，那黑莲里有蛊虫在动。苗疆善蛊，他额前有黑莲蛊，莫非他是苗疆人？他在云梦泽出了2年，你们没有去了解他的过往吗？没有深聊过，但是要解他的怨，必须要先找到尸体和死因。我先用铃铛找一下他咒怨的方向。是南方。应天府就在南方，莫非他回到了应天府？那拜托王爷，帮我派人去云梦泽看看葵仙儿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。桑桑，我们去收拾东西，准备去应天府。哎，那今天晚上还会来王府吗？殷姑娘，昨夜没有我在身边，睡得可好？一般。小妹，听说你要去应天府，何时启程啊？明日。小妹妹，应天府天寒，哥哥带你去买几件衣裳。是我今天这身打扮显得我太过善良了，你竟然敢轻浮于我，桑桑！哎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既然是环明妹妹，那便是我妹妹，你也唤我一声哥哥便好。王爷见谅，王爷见谅。无碍无碍，我一向都这样随意。对了，我今日还要去宫中参加宫宴，可否借你妹妹一用？啊？这你怎么借？你要干嘛？我想借你妹妹的青玉一用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牵扯到奴家。那我有什么好处？给你我力所能及的一切。成交。妹妹，我最近受了风寒，头特别疼，你帮我把把脉。王爷呀，追姑娘不是这样追的，人家只会觉得你轻浮。你这毒怎么又加重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所以啊，我真的不能一天没你。这样吧，明日去应天府，我跟你一块儿，你记得等我啊。你有毛病吧？你有毛病吧？这人。今日中秋，金风送爽，朕与诸位爱卿齐聚紫宸殿，共赏皓月，同庆丰年。诸位爱卿，随意畅饮即可啊！哈哈哈哈啊！父皇，献王早就过了议婚的年纪，婚事也该提上日程。臣附议，献王早日成家立业，这纨绔心性才能稳下来。臣举荐张家孙女。臣以为赵将军之妹贤良淑德，更配献王殿下。哎，多谢各位好意，本王的婚事就不劳烦各位忧心了。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仙儿啊，你年年挑三拣四，难不成你要娶那天上的仙女儿吗？回父皇，儿臣还真寻找到那位仙女了。哦，说说，是哪家的姑娘啊？
她不是什么大家的姑娘，她就是……谢王，快传太医！太医呢？如何了？皇上，王爷他是中毒了，此毒颇为诡异，有生命危险，臣只能尽力一试。尽力一试，朕让你尽全力，保不住谢儿，朕让你统统陪葬。是。中秋宫宴竟敢投毒，真是胆大包天！今日宴会，所有碰过膳食酒水以及器皿采购之人，统统给朕彻查到底！是。此事，皇后怎么看？臣妾不知，陛下是有怀疑的人了。在没有结论之前，朕怀疑任何人，包括皇后。陛下，杏儿可是臣妾怀胎10月亲生的孩子，陛下怎会说出如此令臣妾寒心的话来？亲生的？哼！你伙同太子给他投毒5年之久，你难道就是这样区别对待亲生的吗？谢儿是一个没有公理心的孩子，究竟是谁就这么容不得他呀？陛下，一个闲散王爷，皇后和太子就这么不容他吗？陛下，陛下，今日之事绝对不是浩儿所为，浩儿从始至终就没想过害仙儿啊！皇后的话，自己可信？他现在还是太子，你且让他安心，再等等。奇难成事。母后，周宪怎么了？是不是中毒死了？太子，杏儿可是你亲弟弟，今天的毒是不是你下的？母后，这明目张胆的在宫殿上，我怎么敢下毒啊？我还以为母后是您。本宫绝对不会害自己的孩子。有没有可能，周宪是故意下毒，就是想陷害我？你闭嘴！杏儿从来没这么想过，你怎能如此想呢？以前我为你隐瞒的够多了，从今日起，我不会再帮你。但如果你敢动杏儿一根汗毛，休怪我不念母子亲情！母后，人人嘴上都说姑才是唯一的储君，可却处处都向着那个废物。来人！殿下，给献王下毒之事，可有坏人？殿下放心，献王每月按例诊脉，皆是毒脉，没变过。好，那每个月再给他多加点剂量，要他死。是。庭霄还未回府，我这心神不安呐，总感觉是发生大事了。没事的，他血条厚，死不了。你若要是担心的话，就去看看太子出宫了没。若他还没出宫，证明他暂时安全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我这就去。问九，我们要等王爷回来再走吗？不等了，人命关天。桑桑，这是解毒的药方，你拿去献王府。是。
楼下人这段时间待我不薄，这里面的平安符可保楼下一世平安，也算是报答他们了。桑桑，打听到仙儿在秦淮河哪家酒肆了吗？打听到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追你来了，不是说好一起的吗？还这副模样，多伤人心呢。小妹，我也担心你啊。文明，你去收拾房间，我跟殷姑娘单独聊会儿。哎，铁骁，二爷放心，王爷不是那种人。这殷姑娘，去死吧！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样子的。啊！你早知道毒是太子下的，还故意自己中毒，就是为了栽赃太子？算是吧。他不是你亲哥哥吗？那我还是他亲弟弟呢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我们认识不过区3个月，你就不怕我要告诉太子？说不定他身上的天子之气比你更多。我告诉你啊，太子他最大的孩子今年有16岁，他的年纪都能做你爹了。你要是跟了他呀，怕是真的要睡在后爹和后娘中间。那也不是你跟我讲这些的理由。我说过，姑娘对我而言有大用，我是诚心相交。这次在宫里也多亏了姑娘的病符，2位长辈才能够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谈起心来。那你想做皇帝吗？身在帝王家，很多事情都不能从心。我说不想，但是为了活命，我就得想。那你为什么要来应天府？一二为躲啊？一躲是为了躲太子给我下更厉害的毒，我借着离开上京调理身体；二是为了借着害怕而躲开，这样父王在下某些结论的时候便能多一份考量，也会对太子和母后多一份猜忌。3位和姑娘增进感情，和姑娘增进感情。我跟你有什么感情啊？讲正事。我此次来呢，其实是明着帮你去调查魁仙儿，暗着去调查太子的党羽。太子党？太子党的心腹有一个人叫刘启，他今日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应天府的府尹大人。他这么大一个官，居然介绍给区一个府尹？是啊，这就是奇怪的地方。况且那刘启跟我熟得很，之前有很多官家子弟们都上门提亲，他都嫌人家官位太小，所以我认为刘启嫁女这件事情一定有阴谋。啊，那确实是得好好查查。那也不至于亲自过来吧？我这是怕你没有我睡不着觉，毕竟你还是很有面子的嘛。小嘴巴闭起来，不会说话你别说话，我要睡觉了。哎，说真的，你最近还会被怨气睡不着觉吗？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些？一般，但是你再嚷嚷，我睡得更差。哼！哎，听闻这酒楼是应天府最上等的酒楼，名流贵族都喜欢来这儿喝酒听曲儿。只要魁仙秦师的名头是真的，在这儿肯定能打探到他的消息。
喝。来，这位先生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魁仙儿魁琴师是否还在这里？我多年前携夫人至此，路过此地，听闻他一曲，我夫人至今还无法忘怀。公子的夫人怎么还梳着少女簪呢？啊，那是因为我们刚新婚不久。我的问题，我还没有学会。姑娘，可真是嫁了一个好相公啊。不过那个魁琴师，你们是听不到了。为何？他3个月前来过这儿，但是唱了几曲，人就不见了。我估摸着呀，让哪个高官人家给包了。难道是府尹把他纳入府内做小妾了？那不是，听说是府尹大人大婚，把魁仙儿给邀请过去了。这不正好被我们给撞上了？那个府尹大人什么时候成亲？娶的哪家女儿啊？3日后。听说是京城刘家之女。这都是他第6次续弦了。这京中高官啊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这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啊！哎，我说姑娘，你见过单日子办婚事的吗？没有。双日寓意好事成双，成亲当然要双日子才吉利啊。可知府大人偏要单日子，还说请高人算过，能保他长命百岁。那单日子可是抬死人用的。结果这前5人啊，都结婚5年，离奇病死，还无一有孕，奇怪的很。20年娶5任，还都是单日成亲。是啊，那为何还有女子愿意嫁？因为她是4品知县，家里的田海和铺子都是应天府头一号，这谁不想嫁？谁敢不嫁啊？那5人妻子是怎么死的？都是结婚第5年时病死。病死的？这么邪乎？什么病啊？这就是府尹府里的事儿了，我哪里知道？莫不是府尹大人有什么隐疾？大夫刚给他看过，说他身体强健的很。这个坊间传闻呐，他单日子娶亲是为了新姑娘的阳寿，要不然他那么长寿呢？可不是嘛，他呀专门找命格比他弱的女子，希图阳寿。要是找个命格比他强的，那会被反噬的。各位叨扰了，这顿先算我的。这么说来，他是在找问题的。哎，这事你怎么看？蹊跷，远嫁离京，我实在想不通，这府尹对太子有什么主意？你们有人知道刘大人之女的八字吗？八字是隐秘的，女子一般婚嫁才会跟男子排八字。那这府尹大人是怎么在挑选女子八字是否合适呢？你们不好奇吗？好奇，不好奇。桑桑，要有好奇心，你就不好奇一个男人他有5个妻子，而且每个妻子都活不过5年吗？所以呢，跟魁仙儿的事情有什么关系？确实，小妹，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。咱们这趟来不是来参加婚事，是来解怨的。说得对。但有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八字呢？成了婚的人好办，这件事交给我，你去处理魁仙儿的事。桑桑，去打听打听，
回仙儿的事，看他有没有什么得罪的人。是，我也要去。卷板，你也去。什么去？去哪儿？你到了这儿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有感受到怨气了吗？没有，应该不会再有了。就在上京时撞了那么一下，那哪是撞了一下，他差点没把我撞聋了。所以还是有什么东西把他的怨气击散了。应该是有人把他的怨气困住了。不说了，桑桑，我们睡觉。来啊来啊！不要！快走开！桑桑，我去找找他。你这是？我带了枕头是里头。真是不客气，一点没把我当外人。起床了，该起了。待会儿怀民来找我，看见你，我该怎么说？干嘛？我不是你夫人吗？你不是叫的挺顺口的吗？现在知道来算账了？给你的温水，你家桑桑交代的。你怎么会有这么个习惯？怎么了？我师傅之前也问过我这个问题。然后呢？就说睡了一夜渴了。那现在有什么变化吗？就是渴了呀！问题那么多，10万个为什么？哎呀！自己给自己气。我打听了几日，这认识魁仙的人都说他为人处事圆滑，从未有过仇人。但因长得貌美，经常被人轻浮，但在这秦淮画坊里很是常见，不足为奇。有一点很奇怪，你说她一个女子被人轻浮，她能做什么反抗？他曾说过，会有正直的人出手相救。对了，秦淮河的人怎么说？一样，有时官兵来，有时有人挺身而出。蹊跷。给你们举个例子，若是我看上了魁仙，会是谁站出来出手相救？你的意思是，魁仙能在秦淮河安然无恙，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在为他撑腰？这应天府有权有势之人，难道魁仙儿真是府尹的人？王爷，这5人妻子的八字都是中元前一天，
也就是7月14子时4刻。7月14子时4刻。所以这府尹的5任妻子都是同一八字，且活不过5。这是什么邪术吧？不在所学之内，但是很邪乎。所以，刘启之女刘素和，她的八字也是7月14。刘素和7月14大乾，5年后必死。看来这个府尹是真的在介绍，而且是5年5年向他妻子介绍。备份礼，大婚当日，我们也去伺候宴子。恭喜！张大人，好久不见。不知张大人近来可好啊？几位看着倒是面生啊，不知是从何处而来？啊，我们刚路过，听闻邝家在应天府广施善举，我等佩服，特地来送上一份薄礼。多谢各位，不知几位姓甚名谁，在下好记录一下。英问酒，这位是我的夫君林一，那位是我大哥殷萧庭。我这位夫人很喜欢热闹，叨扰了。多谢几位愿意赏脸前来。哪里的话，能够有幸见证公子的喜事，就是缘分。恭贺！听闻邝大人还未育有子嗣，正好我大哥自幼学医，医术了得，不如让他帮你诊上一脉。几位费心了。诸位有所不知，我这20年来，在下一直问有名医，从未有结果啊。但是身体倒是无碍，就是这子女缘分未到吧。啊，是我唐突了。诸位贵客，就先请进吧。小妹，你为何不叫他哥哥，还夫君？一个姑娘家，整天胡说，都怪周贤。去云梦泽探查的暗卫传来消息，钟馗仙儿在云梦泽留了3个字。哪3字？黑莲花。那葵仙儿蛊毒复发了，2年前因为我的血或我的符沉睡了，还没恢复。黑莲花，蛊毒又是什么呀？云血招魂，血符，殷姑娘，你的血妙用竟如此之多。哎，有没有人给我解释解释呢？我总觉得邝家跟葵仙儿的事脱不了干系。王爷，你还记得坊间对于葵仙儿消失最多的传闻是什么吗？被高官子弟给包了。无风不起浪。假设真的有那个高官子弟，那在应天府最大的官就是邝家。你准备作何打算？我已经写了血符，让桑桑给刘素和服下了。你是觉得下蛊之人是邝家人？啊？只是怀疑，他前5任娘子总是卡着时间死，中蛊毒只是一种方式。可是葵仙儿离开你之后，蛊毒就复发了。若真是如此，刘素和也难逃一劫。赌一赌，这刘素和刚来应天府，也许还未中毒，已经混在了羹汤里，看着他服下了。桑桑，你去蹲个墙角，刘素和和邝福生的墙角。人家今晚大婚呢。再说了，蓝刀客终归是女子，不合适。爸，
闭嘴。那你呢？这周线和卷柏还在。再说没人认识我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要去洗漱了。你在你的房间等我。好。他怎么还不来呢？唉，听命吧，我又要睡不着了。糟了，现在不是他需要我，是我需要他了。习惯真是种病啊。糟了，想救什么？小妹呢？我们从未暴露过身份，殷问九在云梦泽里，更是没露过真面目。有谁会掳走他？窗纸上有一小孔，大概是吹了迷烟。殷姑娘没有反抗的痕迹，房檐屋顶的痕迹很淡，落到地上便看不见了。小妹若是落入歹人手中，她一个只会画符对付怨鬼的弱女子，可怎么是好啊？劫财劫色，我们对外是夫妻，劫色不干，劫财翻出银票即可，何必掳人？可能是殷问九的身份被人给暴露了。啊！葵仙儿在云梦泽见过他真面目。若是葵仙儿临死之前被人威胁着画出殷问九的画像，那么掳走他的人，要么是想从云梦泽掌柜身上得到点什么，要么就是下蛊之，便是杀害葵仙儿的人。葵仙儿见过问九的真面目，听笑，你从何得知啊？他说的。卷柏，蓝刀客和陈知府情况如何？这矿府一晚，应该也有些线索。王爷，你要暴露身份？或许早就暴露了。问九呢？蓝刀客，殷姑娘在客栈被人掳走了。这就是你们看的人？蓝刀客，蓝大侠，冷静才能应对。王爷已经安排全城找人了。说，怀疑的人在哪？后贸然行动，只会让殷问九他的处境更不安全。蓝刀客，我们先交换信息。昨夜邝福生如何？他体力好得很，那事干了很久才停下，约莫3更天才结束。他等刘素和睡下才走，我跟着他去了书房，约莫1个时辰，没有动静，我就又回了刘素和那。后来又去了书房，看见灯亮着，守到了约莫5更天，还没有动静，我就回来了。邝复生总不可能在书房看了一夜书吧？我怀疑这里头有宝贝。你为何怀疑是邝府绑了温九？可我未见邝复生出来，也未见有人进入书房。我也只是怀疑，所以我公开身份，调动官兵全面搜查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掳走他的人知道他的身份贵重，也得掂量掂量他动不动摇。那我要怎么做？明里，官府的人也会去查邝家；暗里，你继续跟着邝府，有任何异动随时来报。难道就不能直接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吗？毕竟邝复生是应天府衣食父母，邝府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。若是贸然行动，只会害了殷问九。王爷，在下有失远迎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最晚点再说。本王是来找你报案的。报案？本王的准王妃在应天府被人掳走，这应天府就是你治理的这般太平吗？什么？王妃？
在我应天府被人掳走了。我与准王妃在应天府游玩多日，昨日刚去贺了邝大人的喜事，他夜里便被人掳走。王爷的意思是，邝府有问题？还不清楚，也不应该是邝府，毕竟喜事上鱼龙混杂，但邝家作为主人，一起参与排查是该的。当然，我明日便亲自带人上门去问。我随你一起。若是邝府真有问题，本王绝不姑息。去搜。是。王爷大驾，下官瞎了眼，竟没认出来，属下实在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本王只是陪未来王妃前来应天府游玩，以免劳师动众，这才隐瞒身份。不过，昨日刚在府中喝了喜酒，他夜里便被人掳走。王爷明察呀！下官与殷姑娘素不相识，无冤无仇，更不知她是王爷您的准王妃。下官没理由，更没有这个胆子。本王自然是信你的。昨日府中宾客众多，本王不过是想邝府尹你能拿出宾客上的名单来，协助陈大人严查。哦，当然，整个应天府，也包括你邝府尹的府邸，一一都得被查。大人，那是自然。王爷，府内您随便查，下官自是会尽一份力的，协助陈大人调查。不知是何歹人，居然敢抓走王爷您的准王妃。禀王爷，福音府上并未发现。这是自然，本王不过是走个该走的流程罢了，你说对吧，邝二公子？下官在。本王命你协助陈大人一起，3日之内翻遍整个应天府，也得把人给我找出来，不然诸位便等着革职查办。下官领命。府尹自城东城南，我自城西城北，不落一户，我就不相信一个大活人他能凭空消失了。没想到那姑娘是准王妃。少爷，您当真确认那姑娘与魁仙儿有关？虽不知缘由，但我靠近她身边的那种不适感不容忽视。我没想到她居然是准王妃。昨日我下冰窟看了看魁仙儿身上的黑莲印记，怎么又少了一份？那姑娘你准备怎么办？她什么都不肯说。我本想一剑杀之，但我昨日和刘素和同房，蛊毒居然种不下去，此事想必和她必然。王爷，你们离开后，邝福生又去了书房。邝复生这么喜欢去那个书房，就算小九不在里面，那儿肯定也会有什么别的东西。卷板，去通知陈大人，立刻派人去搜那间书房。是。是怨气，魁仙儿的怨气。看来魁仙儿就是被关在这里，这里面绝对有个密室。殷姑娘可知，现在外界为了你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？我猜到了，我失踪了。
王爷跟大哥肯定急死了。姑娘不急，不急啊，你赶紧给我松了，我要去茅厕。姑娘既然什么都不肯说，难道就不怕？怕什么？人过有意思。有趣。无趣。我好心来喝你的喜酒，带着子孙满堂的彩陶娃娃来做贺礼，你为何帮我？好，既然姑娘什么都不肯说的话，那我倒要问问你在我夫人身上做了什么手脚？你夫人？我都没见过她，你不是派人跟着我吗？可你的侍卫出去了片刻，人就不能有3级，人就不能去茅厕啊？这样就当是误会，你帮我解了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如何？那行，那你给我杀了吧，等王爷翻了应天府的天，到时候诛你9族都不在话下。不知殷姑娘可见过这幅画？这老夫人不都长一样吗？你拿近些我看看。啊，这不是那个云梦泽的掌柜吗？云梦泽？可是传闻中戈壁滩上的客栈。邝大人也有所听闻。哎，我家哥哥眼部失明，姑父带他去了云梦泽治好了眼疾。这掌柜可真是神医妙手啊！但姑娘为何要找秦淮画坊的琴师魁仙儿？我要找的不是魁仙儿，是杀魁仙儿的人。魁仙儿一曲千金，我有他的生气，还没赚到钱，人就被杀了，你说气不气？姑娘贵为准王妃，难道还缺那点银子？准王妃？什么东西？这周县又在造谣我了。银子是不差，但魁仙儿的琴曲千金无价，我来这府上也是想看看有没有第2个魁仙儿。哎，这话说回来，你东问一句西问一句，东问云梦泽掌柜，西问魁仙儿，这跟绑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反应如此频繁，难不成他真的有事情？无他，问这画像只是因为殷姑娘您见多识广，认人。殷姑娘也知道我多年寻医无果，也想带着素荷去云梦泽求助求助。至于魁仙儿，只是听闻殷姑娘对此颇为感兴趣，顺便问问。既然你问的问题我都回答了，你还不赶紧把我松了？那是自然。既然说清了是误会，那一会儿得请姑娘喝一杯赔罪茶，到时候我再亲自去王府给王爷赔礼道歉。殷姑娘见谅，我亡妻5人，现在外界不知道怎么传我，好不容易娶到了素荷，她说身体不舒服，我自然是要小心一些，还请殷姑娘见谅。这是蘑菇床。说吧，本王的准王妃到底在哪？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王爷，准王妃回来了。王爷，下官私自掳走殷姑娘，罪该万死，还请王爷责罚。王爷，是我觉得殷姑娘太漂亮了，小肚鸡肠，说服了夫君，还请王爷责罚。你可有事？有事？痛死了！你看，好大的胆子！难道这应天府是你邝家的地盘了？随便囚禁良民，无法无天。陈大人，还不赶紧把他俩给我押入大牢！来人，在，把他们2个拖下去！王爷，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起来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！好大胆子！我看在这应天府，
还真是他府尹当家了。小九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那日有人在窗外放迷烟掳我，但迷烟对我没有用，我头上被套了东西，再能看见的时候，我就到了地下室。在那儿，我的铃铛一直在响，奎仙儿的怨气一定在那儿，他的尸体一定在那儿。那被灌迷烟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叫我们？当然是以身入局，就凭他们还伤不了我。地下室，那应该是在矿户生的书房底下。可我们翻遍了整个矿府，也没有发现入口。我觉得应该就在矿府。如果他们要离府，你记得派人跟着。是。那他在地下室跟你说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他问我对流苏河做了什么，我假装听不懂。他只是试探我而已，没有要杀我的意思。我想肯定是你在外面对他施了压，他矿府不敢得罪。啊，对了，我还在书房发现了这个，看。那是什么？黑脸蛊的母蛊虫，之前我在师傅的书里看过，但是没有想到这是魁星儿中的母蛊虫。直到今天在书房，铃铛提醒我，我才想到这一层。它有什么作用？滋养鬼胎。鬼胎？那玩意儿能干嘛？邝复生这人真奇怪，频繁娶亲，专娶7月14子时4刻生的人就算了，还养鬼胎，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这矿府养的可不仅是鬼胎，是阴生子。什么？何为鬼胎？何为阴生子？鬼胎字面意思便是母体已死，肚子里若是有孩子，那能顺利出生的孩子便叫做鬼胎。专取7月14子时4刻的人生的孩子做鬼胎，就是阴生子。对了，这阴生子的存活率极低，如果胎死腹中，这母体也会死。母亲都死了，孩子吃什么？营养也没处可寻。就是用蛊虫来养，那这阴生子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？能开天眼。阴生子开天眼，可知未来事？有意思。若是真有这意外，太子便是破天荒一脚走到了。这框架背后的人，很有可能就是太子。现在既然已经知道邝复生娶妻是为了养阴生子，但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情跟魁仙儿有关，我得去找流苏河问问，他肯定知道更多。走了。哎，你小心一点。玄本，你去接替蓝空桑，继续盯着书房，注意暗中观察有没有和框架紧密联系的外人。是。你派人去给上京写一封信，就说我中的毒越来越深了，现在要常住在应天府。是。叶问九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害你！我在客栈好好休息，是你夫君违律绑我。啊，你不是说是你指使的？你就是个狐狸精，也不知道王爷怎么会看上你。要不是你和楼怀民不清不楚的，我怎么会报复你？所以你就帮邝复生撒谎，就因为你们是夫妻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哼，啊，让我来猜猜，邝复生跟你说了什么？他是不是跟你说，邝家钱财与你共享，泼你的脏水只是一时，到时候多吃一碗粥就无人再提。你我夫妻本就是一体，对吗？夫妻本就是一体，我和夫君恩爱有错吗？邝复生虽39，但生得文雅又尊重你。你本来很抗拒这门婚事，但是没想到你嫁过去以后，他对你也还不错。
对吧？你居然都知道？我还知道你是7月14子时4刻出生，是他的第6任正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正妻不是秘密，但是你的生辰是，他的前5任亡妻都是7月14日子时4刻所生，他们5个都死了。你觉得你会是例外？你胡说！他们都是病死的。我夫君是儒雅君子，他又为他们点了往生灯。他当然会这么做，不然他午夜难安。你们大婚当夜，我去你们邝家喝喜酒，在你的羹里下了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下毒？你应该庆幸是我救了你。你什么意思？邝府有个秘密，这单日结婚就是阴婚，目的是为了生下阴生子。邝府生的所有妻子都是阴气最重的万鬼聚集鬼门关时所生。我给你的那个羹里可以保你不受害。邝福生知道了这个事，所以帮我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问问应天府的所有人，他的所有妻子生辰八字是不是跟你一样，再去看看邝家祖坟里有没有他们。喝吗？跟莲子羹里一样。你要我做什么？刘小姐是聪明人，这邝大人的书房有个地下室，里面有具女尸，我想要你帮我探探入口。女尸？这黄符上有无色无味的颜料，你想办法让邝福生的手沾上，只要他去过地下室，就会留下痕迹。你再拿这张黄符贴在额前，就能跟着痕迹找到暗门出口。好，我尽力。若你还有余力，可以问问府里的老妈妈，她的前5位正妻有没有怀过身孕。那我呢？我会不会怀上那个什么应生子？你放心，我会保你周全。最后再提醒你，在府里行事万事小心，千万不要露出马脚。你为什么要打我？这一巴掌是让你记得，你是得罪了王妃才被关到牢里。要是有人问起你这脸上的伤，就说是王妃生气的时候打的。卷柏监视了邝府1夜，怎么还不回来？邝府到9楼需要那么长时间吗？不用，估计他应该出事了。桑桑，你去找卷柏。是。那个，天亮之前把邝福生放了。1天不关，就这么放了？不关了。你也去休息吧，折腾1天了。你呢？要不先和我挤一挤？不用，我在软榻上休息一会儿就行。唉，小妹的名声，算了，已经没什么可在意的了。眼下对外她还是未来准王妃，旁人也说不出什么。
干嘛？你受伤了。我真是找了个活祖宗啊！慢点，慢点！我在金花河边上发现了他，应该被高手袭击了。还好只是皮外伤，没有伤及内力，死不了。伤玄柏的人是为了护邝家，你可有与那人碰面？他能够隐藏气息，应该是个绝顶高手。这府上为什么会有这等高手？邝府给了他什么好处？因为邝家能生出阴生子，这人求的是未来，求的是算尽天下事。刘启是太子的人，他居然能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刘素和嫁给一个平民，做第6妻，本来就是很不正常。王爷，看来你早就怀疑幕后的凶手就是太子，对吧？但这只是我的猜测，我们眼下需要更多的证据，才能够顺藤摸瓜，抓到幕后的人。这事儿居然还牵扯到了太子，要不咱们先回上京城，若邝家多派些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啊，人都被欺负成这样，真的要躲起来啊？放心，他们还不敢杀我。阴生子还未出，如果杀了我这个陛下最宠爱的皇子，他一个邝家是不够的。至于太子，他更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杀我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邝府的人敢伤玄柏，说明邝富生幕后的人慌了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会很容易放松警惕，而打探消息的人才可以更容易趁虚而入。我想刘素和已经帮我们找到想要的东西了，现在就是要想办法支开邝家人，跟刘素和会合。这件事交给我来想办法。快来睡啊，养精蓄锐。我也睡床。对啊，这里的床虽然没有王府大，但是总比你睡软榻舒服。过来过来。我睡软榻就好。哎呦，不好！哎呀，别墨迹了，我已经很累了。我是个男人。你不会是想说男女有别吧？那你把我当成男人就好了。手。虽然我这段时间身体越发好了，但是天子之气还是能让我好舒服啊。因为酒，你可以真的做我的王妃吗？去见刘素和，要真的当你的王妃啊？牺牲也太大了。这人是同楼环明一样，是没开情爱的关吧？不是。你放心吧，明天肯定会让你见到刘素和。你说对了，他的五房夫人真的是阴历阴时出生的。我还看到了他们的墓。
我原以为他对我那么好是害我，原来我就是个工具。我就是个工具，我就是个工具。他受刺激了，快扶过去。慢点。云姑娘，云姑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救救我！迷途知返就好了，放心，我会救你的。昨晚我去了邝福生书房，用你给的符咒找到了那间密室，里面有开关。好。云姑娘，我还能做什么吗？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名正言顺调查邝府的理由。你是邝家的夫人，闲言碎语要由你来放。要怎么做？你实话实说就好。马上就是清明节了，回去告诉邝福生，这府里阴气重，你梦到了他的前任夫人，托梦给你说，他们都是被邝府所害。叫他清明必须去祭祖求保佑。我知道了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吗？你要照顾好自己。谢谢你。你爹为什么要把你交到邝府啊？他把我锁进后房3天，没给我吃喝。他告诉我说，如果我不嫁，整个刘家都是死路一条。我没办法。会没事的，记住回去，不要激怒他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我相信你。王爷，云姑娘，邝福生今日去祖坟祭拜了。我是谎称身体不舒服，才偷偷跑了出来。你们快叫陈大人去找奎轩儿的尸体啊！江半，去通知陈大人。是。对了，邝福生今日很不正常，他居然心情很不错。暗杀失败，蛊虫又种不上。邝老爷昨日刚死，他怎么可能心情不错？你觉得他为什么高兴？难道他找到办法了？大概是找到了能生阴生子的人，我们得赶紧去邝家。走。这铁定是邝家，干啥缺了事儿遭报应。哎，我听说他们为了旺家族，专门去找7月14子时出生的女人鬼胎来供养，而且府里那几个夫人都是被邪术给害死的。我就说吧，这应天府半块地都是邝家的，还以为是祖坟风水好，没想到是在背地里在那做法呢，缺了大德了呀！有准确消息，邝府内藏尸一具，正是衙门在办的趁机谋杀一案。开门！我家大公子早已进城，老爷他卧病在床，大人明察呀！少啰嗦，冤不冤枉，一搜便知道。是。快去通知大人，快去！
进去看看。是。大人，这有具尸体。快去城外矿府祖坟拿下邝福生。这就是要找的那具尸体，对吗？你回去收拾一下，离开应天府，再不要回来了。邝福生现在应该没有精力再报复你了。好，要是你没有地方去的话，你可以往西边走，找到一个叫云梦泽的地方，报上我的名号，那儿可以保你一世无忧。谢谢你。对了，我还想麻烦你帮我找个人。我嫁进矿府的时候，有个叫小黎的丫鬟，对我很好。我本来说这次离开带她一起走的，但是她却平白无故消失了。小黎什么时候消失的？差不多有6日了。她5个月前就胃不舒服，经常呕吐。我给钱让她去看看大夫，她也不愿意收。我担心她出什么事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她的。谢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小黎在这个时候消失，很蹊跷。你也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听刘素荷的话，小黎应该是怀孕了。我记得你说过，只要有一个人的八字和东西，便能查到他的方位和子女，对吗？陈大人，还麻烦你去调查一下小黎的户籍和八字，顺便去他家里拿一些衣物。好。原来真的被下了阵法，封住了怨气，怪不得葵仙儿的尸体被盗。我总能感觉怨气时隐时现。葵仙儿，你且安心。葵仙儿身上的黑莲蛊毒被挖了。看来，或许是他死后，他体内的蛊虫还没有死，应该是转移到了那个叫小黎的姑娘身上。小黎是家生子，或许他的家人害怕他的主子，忌讳他的生辰，撒了谎。后来邝家的夫人一任一任的死，所以更要隐瞒住了。这事不知道邝福生是怎么知道的。现下看来，他已经把蛊转移到了小黎的身上。听春风说，小黎那丫头只有15、16岁，真是禽兽。葵仙儿的咒怨何解？把邝家的孽行公之于众，让邝福生死，也算解了那5个女子的怨，应该也能解了葵仙儿的冤吧。王爷，但是邝福生的罪该怎么定呢？他现在还不能死，还需要用他引出幕后黑手。王爷，不好了，邝福生被人刺杀了！怎么会这样？看来有人已经怀上了阴生子。邝福生在那个人眼里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所以才被灭口。可是，那人怎么会那么清楚阴生子会顺利出生？万一这阴生子半路出意外了？只要怀了超过3个月，母体不出意外，阴生子就不会有危险。仙儿是因为有人成功怀上阴生子，把他身上的蛊转移到那个人的身上。
幕后黑手肯定会找出怀阴生子的那个人。一旦阴生子生下来，母体便会死。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找到那个怀有阴生子的人，一是为了救他，二是为了引出幕后黑手。不错，小离很可能就是怀阴生子的那个母体。我们引用小离的八字，到时候查一下就知道她的方位和是否怀孕生子。这是陈大人找到的小离的八字和小离有时的衣物。7月14，子时4刻。灵力显示命中有一子，此子身后会死亡，享年16。小离今年刚好满16，看来这个阴生子的载体就是小离。桑桑，他应该躲在老家，你直接把他带回云梦泽，叫店小二每日给他喂些灵药，稳定他的黑脸蛊。到时候我回去想办法给他解蛊。是。从今天之后，我就是小离了。你要带我的孩子去哪儿？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会给他找个好人家的。不，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我不能让他走。大人，我知道你们想要一个阴生子，但邝福生早在我怀孕的时候就偷偷下了同心蛊。我是母蛊，孩子是子蛊，你如果杀了我，孩子也会死的。背后那人很看重这个阴生子，就算怀疑同心蛊的真假，也不会冒这个险。大人，我就想看看收养我孩子的父母如何，想看看他以后过得怎样，求你了。跟我走。殿下，阴生子和母体已带到。真的是太子。你说邝家人给你下了同心蛊？是的。你可有解法？无解，因为我根本就没中蛊。什么意思？你敢耍孤？我只是怕太子殿下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殿下，初次见面，别来无恙。你是谁？这怎么回事？是妖术！这不是妖术，是幻术，少见多怪。是周宪让你来的吧？跟他一起设局害我。周宪，殿下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身中奇毒，就连站起来都费劲，哪有心思跟你玩这些啊？你知不知道后面我的代价是什么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太子殿下，尽管动手。难道你不想知道阴生子的下落？你筹谋了这么多年，
就为了杀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值得吗？哼，说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匡福生和葵仙儿，是不是你杀的？是我杀的幼女，两个无用的棋子，想杀就杀了。你也一样，现在我也杀了你。漏书不准。周宪，你居然还能站起来！看来姑给你下的毒还是太轻了。你再来的晚一些，都能吃夜宵了。大哥，你筹谋多年，就是为了用阴生子窥探天机，用人命来换一个皇位。那些被你当做棋子的女人，她们的命在你眼中就这么不值钱吗？牺牲他们，成就我一番大业，有什么不值得的？他们应该对我感恩戴德才是。你早已是大周的储君，那个位置迟早都是你的，何至于毒杀我？又何至于用无辜女子的性命来为你铺路？你说的倒是轻巧。姑在太子之位做了15年，整整15年，我为大周兢兢业业，每日批阅奏折，批阅到深夜，安抚那些灾民，走遍了整个州县。可谁知道父皇年富力强，没有半点退位的意思。你这么恶毒，难怪做得出毒杀自己亲弟弟的事。切！怎么？姑只是想巩固自己的位置，我有错吗？我从未说过我想要那个位置。你无心，父皇无心，这天下人也无心。不过我知道，姑对不住你。你要怪，就只能怪你我都生在这家。朱仙，你以为你真的能杀得了我吗？你想要做什么？姑早就在城外布了兵，一个时辰过后，姑要是走不出这城门，他们就会一把火烧了这应天府。到时候，你们就和应天府所有百姓一起陪葬吧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提前做打算？你一个天天只知道吃喝玩乐，一个没有实权的纨绔王爷，你能有什么打算？难不成你靠这个妖女，一个只会掐指算命的小把戏，就想扳倒我？哼！就算是没有阴生子，姑筹划了这么多年，摆在你的手上。父皇，父皇，好一盘步步为营的棋，朕都成了这盘棋的棋子。周浩，你真是让朕刮目相看了。父皇，你怎么来了？周宪，你无耻，何时通风报信的？哎，大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只是一个闲散王爷，又没有实权，仅靠父皇对我的一点宠爱，就只能靠告状。你这么多年你的所作所为，你以为朕真的就不知道吗？父皇，儿臣不是故意的，你听儿臣解释，都是邝家人挑唆的。他们说，只要有了阴生子，就能帮儿臣稳固朝局。挑唆？你倒是会往旁人身上推。自己看看刘家人
和邝福生都认罪了，他们可都说是受你的指使。邝福生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殿下，忘了告诉你，本姑娘呢，除了算命，还能活死人肉白骨。下次杀人动作尽量干脆一些，别留口气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父皇，儿臣只是想帮父皇分担啊，想稳固大周江山啊，父皇。你用几个无辜女子的命分担，还是用毒杀亲弟弟的手段分担？朕立你为太子，教你治国，不是让你学阴狠毒辣。朕对你重用，是念你长子不义，没想到竟养出你谋逆的狼性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再也不敢了，父皇，儿臣真的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有谋逆之心了，父皇，你再给儿臣一次机会吧。你给过那些枉死之人机会吗？一句知错就能抹掉所有罪孽，而我大周的律法是为你一人而设。传令，太子周浩目无君父，屠杀亲弟弟，残害无辜，饲养蛊虫谋逆，罪大恶极。即日起，大周太子之位剥夺宗籍，打入天牢。待3司会审后，依法治罪。遵旨。令皇家依附太子，助纣为虐，参与谋逆，满门抄斩。所有涉案人等，无论官品大小，一并押赴刑部，从严处理，不得徇私。遵旨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儿臣是储君，儿臣是太子，父皇，父皇，你饶了儿臣吧！拖出去！父皇，父皇，你饶了儿臣吧！父皇，父皇。仙儿啊，这些年父皇对不起你，怪朕不该纵容太子。你身子弱，还遭毒害，先回府上静养，解药朕会让人配好带过去。谢父皇，儿臣无碍，身子骨硬，血条厚着呢。你呀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一天没个整形。你说，你就没想过为大周开开性子吗？父皇您正值当年，何须儿臣操心？儿臣只想趁年轻，去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那个殷姑娘就是你所说的青木之人吧？啊？朕知道她是个好孩子，喜欢就去追，朕可以给你们赐婚了。不了，她呢，喜欢无拘无束，王妃之位只会成为她的枷锁。你是还没追上吧？父皇，你就别打趣儿臣了。你打小啊就主意正，喜欢就去追吧，朕不干涉你。多谢父皇，儿臣敬您一杯。你的毒都解了，以后按照我给你的方子，天天服用就能痊愈。好。对了，你之前那能让正常脉象变病脉的符咒，能不能再给我一点？怎么，下毒的人都没了？你以后可是储君热门，你还想当一辈子闲散王爷啊？小九，你可知我大哥为何要着急抢皇位？你是说，你父皇本就不希望有人当储君？痊愈的魔力大着呢。大周的江山本就是他随先皇打下来的，他怎么可能轻易拱手让人？他早就知道大哥给我下毒了，我不过也是一个用来制衡大哥的棋子罢了。哎
哎呀，你们黄家人套路真是深啊！怎么了？问问你套路深不深？那你再闻闻，我的天子之气还在不在？在，浓着呢。小九，你解了那些怨，你身子有没有好一些？好多了。多亏我的小铃铛，也多亏了你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不会赖着你的。我要睡了。手。口是心非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怎么了？人不是我杀的。我相信不是你杀的。你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不是我。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刚做噩梦了。其实5年前，我师父收养我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小九，那你有没有想过去寻找自己的身世？我想过啊，世界这么大，我该去哪儿找呢？只要你想找，就一定能找到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陪你一起。你真的喜欢我啊？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那你的野心呢？这个不冲突。我的权势本就是为了护着你的。可是我只有一魂一魄，什么时候魂飞魄散都不知道呢。小九，我身处皇室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暗算我，多少人想要我的命，我自己能活多久，我都不知道。但我只要能活一世，我就能陪你一世。我愿用3魂为聘，7魄为礼，许你往后岁岁平安，哪怕要我一天改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有情曲折落在谁手掌？那一月惊觉了春色，心事变柔肠。思念躺在镜子里掀起行囊，笑和泪模糊过从前，言语几分像。